马上就要到斯德哥尔摩了，去见当地的一个观众。这个云好有漫画感啊，让我想起了宫崎骏。我们正从中国开房车去冰岛，此时来到了瑞典的首都。有个观众说他住这，你说巧不巧？正好看咱观众家什么样。这有宜家哎，今天我们就停宜家旁边嘛。哇，这边好多房车哦！你看这个刚下完雨，多好看呀！现在是晚上9、10点，天还是这么亮。这边极昼嘛，但是已经能看到黄昏了。看这个天边的云朵，非常的好看。还有这种郊区大型的商超啊，都是免费停车。难怪有这么多房车停在这儿。全师部的攀登时刻，他又要去架 GoPro 了。我要拍一个极昼的延时摄影。晚上大概凌晨2点钟的时候会稍微的暗一点，然后太阳就又歘的升起来，哇，超冷。旁边的房车的朋友们希望不会投来异样的眼光。那个是月亮，看到了吗？这会儿是晚上9点半。本来呢要用这边当地的水煮面的，万能的网友跟我讲，这边的水硬，还可能容易掉头发，喝多了。于是我决定用我车里仅有的气泡水来煮面。我不知道用气泡水煮面什么味道，我们可以试一下。最大火搞起，看着泡泡渐渐消失。Later。看一下啊，现在是10点，我们看看拍到明天早上什么样子。拍了一晚上，去拿相机。我们主要过来买个锅。刚进来呢，看到了卖衣架的，是59克朗8个。这边沙发是3200人民币，5095克朗。这个小沙发也是3000多人民币。主打一个北欧风。宜家布局都差不多，都是这个样子。还在逛宜家的朋友们来说一下，这里跟你逛的有什么区别吗？弹幕里告诉我。区别是这里会更贵一些。这一套沙发是18980，你们觉得价格贵吗？它是卖整个屋子嘛，这种小木屋。那其实你盖好房子之后，直接在这一套家具结束。幻想中的拳头，他的小木屋已经盖好了。我们车里的收纳软包就是这个，同款，价格差不多，这里可能会贵个几块钱吧。基本上都是中国产的。家里就有洞洞板，因为挂东西真的还挺方便的。这个板盘是116人民币一块，还行吧。这个厨房你们喜欢吗？来打个分吧。这个水龙头1300，我在北京的时候看到过，也是一样的价格1300。当时我们装房车的时候，就想安的是这个水龙头，是这种软管的，但是最后没安，是因为房车厂他跟我说他不会安，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水龙头比较贵吧。这种式的厨房你们喜欢吗？我喜欢那个冰箱，可以贴很多冰箱贴。而且我很喜欢这种小瓷砖，你们应该也发现我们车上会贴这种小瓷砖，因为我也很喜欢这种。对，这个是真瓷砖。对，车上那个是贴的。找到我们要买的煎锅了，这一天可以在车里自己做。我们这车里那个锅坏了，一直少一个这种锅，可以炒个菜啊，煎个牛排啥的，打个拳头，开个玩笑。这个电磁炉其实挺好的，可以4个地方都可以放东西。这个是5200。哎，这个适合放车里。刚刚好尺寸，650块钱。我们俩之前在北京上班的时候就是坐对桌，他坐这边，我坐另一边，我们俩真的是我的视角看一下工作的拳头，就是这样。嗨，一扭头就能看到对方。我觉得车上可以放个鲨鱼，我觉得车上可以放一个沙雕，但是已经有了呀。全都说以为是棵树，这种感觉有那个仰望星空的奇异感。人民币也就30多块钱，可以啊。那我想起花花了，拳头也可喜欢花花了。花花过来。这好像就是国内常买的那个锅，就是很便宜，这里是卖32块钱。我们选到一个可以电磁炉用，然后也可以放火上用的一个这样的小锅。这买大一号，我觉得还方便。我们发现这里很多中国制造。我们俩呢看了3个锅，价格分别在大概人民币30多，然后60多和100多。买哪个呢 ？China。现在在瑞士的宜家，随便挑取一样物品，发现都是 Made in China。这边可能价格便宜的就是欧洲本地产的一些锅碗瓢盆什么的。看了半天这个厕所，我发现有个标志，这是可以在里面睡觉的意思吗？我刚以为就我看不明白那个图片啥意思呢。我刚刚看一本地人过去，他也没看明白，就进女厕所了，一个男的大叔，然后赶紧又关门出来了。我看了半天，我说这男生厕所女生厕所哦，原来是个男生厕所。这边也是传统肉丸，价格这么看其实差不多。我们上了2盘一样的这个肉丸，然后一共花了156克朗，是101人民币。这个饮料都一样，就连这个一模一样，完全没有任何区别。
我以为这是辣椒酱，它其实是梅子酱，就是草莓酱。然后它这边有土豆和土豆泥，你可以选。这是这边特别的一个肉丸，哇，超难吃，还不如普通的肉丸，不知道什么肉啊，这个就是反正吃不习惯一开始。这个其实就是速冻肉丸了。刚才我俩点的肉丸不一样，我不知道我这是什么丸，他那个是宜家的经典肉丸，我这个某种丸。味道一般吧，咖啡特别难喝，兑水的速溶咖啡。来付款了，看他这边产品的税特别高，25%，然后小姚同学觉得很便宜，就不要退税了。原来外国友人也喜欢在这薅羊毛，这边的薅羊毛就是便宜的热狗和冰淇淋，国内的性价比会高一点。这个冰淇淋是1块钱，这边是3块钱，然后这个热狗也是3块钱人民币。亲测国内的宜家会更实惠一点。我现在往斯德哥尔摩走了。Difficult. The plan is travel around the world. First, the plan is go to the Iceland, and I will go back to China. 又碰到了非常热情的瑞典当地人过来聊天，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辆中国车开到这里。50多升油就花了727人民币，狠不狠？今天去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见一个朋友，基本上周围都是这样子的树林。瑞典这一路上最多的就是宜家。他已经等我们好久了，我们要赶紧到了。哦，朋友来了，朋友来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就住这是吗？对。你在这多少年了？10年了。送你的一些小礼物，车上的确是没什么东西。这个还真不好买。是吗？你跟你爱人都是中国的是吗？对，我河北。Hello，你好，你好。正在参观他们的房子，就是我们现在来欧洲的一个必经项目，就是来参观他们的家。我没有想到，就是70平的房居然可以这么大。然后客厅这有一个阳台，我超喜欢这阳台，采光特别好。这个阳台的风景也挺不错的。看我们车就停在朋友的车位啊，这个窗户也是冬天冷吗？这里就是静音加上保暖都挺好的啊。这冬天晚上零下得多少度？外边最冷可能零下个15度。那还行，比芬兰暖和多了。这边就是一个衣柜，你竟然还贴了一个福字。这个厨房里面也是一个小卧室，然后这个厨房的这个空间其实使用面积也挺大的。就像这套房子是多少面积？使用面积是71平，确实挺大的，没有公摊。这个房子得多少钱呢？在这个斯德哥尔摩首都旁边。我们这个房子是183万克朗，现在买的话会更便宜。120万左右。你们觉得现在如何？弹幕告诉我。比想象中的大啊，因为我看这个门挺小的，这洗手间还挺大的。这边有个窗户，然后一开窗户之后呢，就是南北通透。这只喵喵叫什么呢？皮亚，非常的中式风格。师傅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现在是属于做那个商业规划的，就是压力大嘛。这边不卷，我觉得可能也有点太不卷，但是它年假比较多。多少天？1年有30到35个工作日的年假。天哪，居然可以吃到烧烤吗？哇！其他都没有说。好，外国友人尝一下老北京二锅头。好吃呢。找女婿的标准就是会喝酒。好嘞，礼尚往来，尝一下当地的酒。对，他当地是这样的。来干杯。初下口就是还挺爽，然后越来越苦，就是像生活一样。跟丹麦合作的，就是酒精度会高一些。然后很愉快，见证了一段神奇的爱情。他为了追他的妻子，专门去中国学了中文，学了2年是吗？为什么姓林呢？因为我妈妈姓林啊。哇，为了在一块儿，甚至随了他妈妈的姓。1年5周吗？法定的，带薪。几点下班呢？比较自由吧，那么一般星期5下午就可以回家了，就等于说4天半吧，我觉得。普通人啊，大部分大概的平均工资大概在多少呢？4万。克朗。赚的越多，税就交的越多。你要超过5万以上，你就要交50%。所以说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。普通人的工资还是蛮高的。这边人体质真的很健康。这边食品安全呢？那肯定很好。税这么高，要求很高，对。By the way, the last question: How do you feel about learning Chinese? Try to speak a lot of Chinese with each other. 那你觉得在中国你最喜欢的城市是哪个城市呢？ Ningbo or Hangzhou. How many cities you traveled before in China? 长兴、宁波、杭州、青岛、
北京、西安、成都、重庆、丽江、昆明、大理、桂林，然后苏州、南京。去过好多地方。国内坐高铁比较方便，他更喜欢在中国生活，因为外卖很方便，然后滴滴打车很方便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太贵，比较便宜。吃完饭之后给我们展示分享了他的玩具。就当地猎枪是合法的，就是上的是气压弹。打伤人吧？可以，如果真的打到的话，其实还就挂了。你小心一点啊，太吓人了！这对面如果有人看你拿把枪，什么感觉？哦哟，这个感觉很重啊，比较有手感的。哇，太帅了！你这个玩具绝了。这个枪贵吗？可能2000克朗合人民币也就1000多点儿，就可以买到一个玩具的价格。但实际上它还是挺有威力的。哦，这是它的子弹。哇，这么小就有这么大的威力，好沉，还挺沉。本地人家里没有枪，反而在这里的华人家里有枪，这个事情，这个门已经是战损版了，之前叠了这么厚的纸箱子，然后子弹打上，咻，打到门上。So you don't like gun or some reason? There's no particular reason. I never really thought about getting a air rifle. Peace and love 和平主义者，不喜欢枪。旅行过来了可以买这枪吗？也可以。过来旅行都可以买大枪。那你过海关怎么过呀？直接给你扣了好吗？肯定是扣了。这边虽然说房子便宜，但是它的物业费非常高。利率的话2%左右，每个月我们这个公寓是4000左右，4000克朗。对，换成人民币就差不多3000多人民币一个月。物业费哦，物业费3000人民币一个月哦。它这个物业费的话，包含说公共区域，比如说楼梯间的打扫，还有说我们公共区域草坪的养护，垃圾的回收。对，而且等于说这笔资金属于一个物业委员会，那这个委员会每年会把它怎么使用这笔资金做一个公示，说我这笔资金去做投资了，还是说我这笔资金用于实际的支出，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。就这种感觉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突然聊着天，然后突然全都跟我说：“你快看，窗外好美。”我一回头，哇，被惊艳了，就是那种不期而遇的美好，你们懂吧？现在来参观第二个家庭，是艺术气息的家庭。Hello， 艺术家的家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又见面了。哦，跟楼上的那个格局是差不多的。这都是你自己画的吗？我作品很多，对，我大部分都在工作室里面。油画哦，好像哦，这两边都是你画的。这个有一种莫奈的感觉。谢谢谢谢。这是他们的卧室，这个窗外就能看到我们的车。这个电磁炉是不是上能放很多锅尔照片？4个，挺宽敞的。他是说58平，但是我觉得2个人感觉很大，但看起来真的很大了。多才多艺，贝斯手。北欧人就喜欢这种死亡金属嘛，他平时听的歌就是我。Long time ago, I need to. 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好过猫啊！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这是挪威森林猫的后代。这边动物法是不是比较严？对，就是不能遗弃，然后如果有虐待的话，就要被举报，然后就会有人把它们带走，关监狱，会判刑的。然后这个信里有很多种子，就是把这个信呢挖坑埋到土里面，这个纸它就会自己的稀释掉，是吗？对吧？它这个纸就会变成养料。对。然后这个里面的种子啊，就摸起来突突的这是种子。种子它会发芽生根变成花。我们的河北老乡给我们准备了一个礼物包，看这是什么？超大块的芝士奶酪，全师傅最爱。然后说可以抹在这个饼干上，他说这边人不叫它饼干，叫什么？硬包？硬面包。硬面包。然后这是辣椒酱，是辣椒味的奶酪，先吃一下。哦，火腿。哇，我的最爱。他们自己买的鲜牛肉，然后自己爆的片。另一包是羊肉。哇，这羊肉很贵啊！你也太舍得了你。还有珍贵的蔬菜包。还有姜。你还舍得给我们姜？我感觉我用不到。你算了。这边姜141公斤了。欧洲人觉得姜都很奢侈，你想想它有多贵。我们吃的没多少了，把这个全叔最爱吃的三文鱼还有牛肉，还有鸡翅送给我们的朋友。我们晚上就停邻居家的楼下了，这里非常安静，就不走了。聊到天都黑了，快凌晨1点了，然后我们也该睡了，正好下来就睡觉了。朋友说把家里钥匙给我们，如果有需要可以去他们家住。算了，这个太打扰别人了，我们就婉拒了。
我们正好今天就停你楼下，明天把车维护一下，保养一下，这块挺安全的。今天呢又认识了新的朋友，明天我们去修车，保养完我们去首都转一转，这里就是斯德哥尔摩了嘛，明天首都好好转一下。